大家好，我是朱军律师，欢迎收看我们新系列的频道。可是系列名称我还没有想到，但这一系列最主要是我希望邀请各行各业的法律人，那他们有一些可能还在法律界，那有一些可能已经从事跟法律毫无相关的事情了。但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一系列的影片，让大家看到说，法律系的学生毕业之后可能可以有的职涯规划也好，或者是各种法律人在各行各业的辛酸快乐也好。那我们欢迎我们第一期的来宾何浩源律师。大家好。何律师是政大法律系毕业的。何律师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身份，就是曾经任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有大概10年的经验。所以虽然何律师今天是以律师的身份出席，但我们希望跟何律师讨论跟请教的是何律师在检察官方面的心得跟分享。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说我们律师司法官这个考试到底是怎么样好了。所谓的司法官，它其实就是法官加检察官的统称嘛。就是你要成为司法官的话，其实有2个管道，一个是透过考试，一个是透过转任。那考试的部分就是所谓的司法特考。那目前是3阶段，就是它会先有选择题，选择题就先刷掉好像2/3的人，是对，然后再实例题，实例题又刷掉2/3，然后再口试，司法官会有个口试，这个是律师没有的。那口试还会再刷掉20%。所以现在司法官的录取率是多少啊？以我的了解，因为我已经离开考试很久了，那现在大概最近几年有看到统计，大概也是都到1%多到2%上下。好像曾经有一度降到不到1%，就100个里面会没有一个司法官的程度，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考验。所以何律师是非常优秀的法律人。对，那另外有一个方式是转任，如果你先考上律师，你担任好像满6年，你是可以申请转任的。但转任也是要通过考试跟口试啦，只是不知道他的考试有没有直接考司法官难度这么高。可是我听说他会去调查你在律师期间承办的案件。对，没错。所以不能是一个太糟糕的律师，对，要是一个比较被大众所认同的律师。想跟何律师先请教的是，何律师是一开始就是在读法律系的时候就想要走国考这条路吗？对，就像杨律师说的，其实不管是律师还是司法官考试也好，它等于说对我们读法律系的学生就是一个职业的保障嘛，等于说，你毕业了。不见得说要有怎么样的其他的工作经验，你只要通过考试，你就拿到了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那时候规划就是，毕业之后就开始慢慢来准备国家考试，感觉是一个铁饭碗。对。那律师跟司法官那个时候，何律师有觉得说我特别想考哪一个吗？其实那时候没有，就是因为在我的那个时代已经是很久以前了。其实律师跟司法官考试的考科是一模一样的。那个时候是一模一样。准备上的话，就是这些科都要念嘛。反正每一个学生也都是2个考试都会去报名，然后再看看考上什么。对，我们科目到现在好像，我记得现在司法官好像是多一个票据法而已。对，然后分数线不一样啦，就是司法官的分数线会比律师高蛮多的。那个时候国考1天念多久的书啊？1天。因为可能有一些法律系的同学，他们现在或者准备学法律系的你们听听看要念多少书？大概都是从早上起床吃完早餐就进到图书馆去嘛。那中午可能会出来吃个饭，那下午大概念到傍晚的时候，可能会去散散步，稍微运动一下，吃完晚餐再继续念。所以晚上就是念到图书馆关门，大概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10点或10点半。那回家之后再大概翻个东西，翻个半小时1小时这样就睡觉，然后隔天又对，就这样轮回就差不多1年左右。对，我们那个时候要毕业的时候，人家都会很开心的在操场拍什么毕业照，然后去全国各地拍毕业照。法律系学生好像没有这件事。毕业是痛苦的开始。对，真的。那司法官考上之后，其实口试通过就要有一个司法官训练。对，那个训练的模式是，它的训练模式大概会是2年的期间。那我们以前受训的机关叫做司法官训练所，但后来改制，现在大家都叫司法官学院。可是经过的那个过程是一样的，就是大概前面会有，一般都是在每年的9月入所。那因为全国的所有法官、检察官、司法官他们的年度调动也是在那个期间，所以大家要配合在同一个时间点嘛。所以新要受训的这些学习司法官就入所，那大概会一直上课，上了大概10个月到隔年的7月左右。这个时间可能会有一些微调啦。但是它的那个
长短是差不多的。那再来他们就会第2年就会分发到各地的法院跟地检署去做实习。那实习的内容大概我们分为3个大的方向，第一个就是检察官的部分，那第2个就是民事的法官的部分，第3个就是刑事法官的部分。那这时候就会由一个主要带领你的老师，那你就是每天跟着他所有上班时间会做的事，然后从这个方向去做第一线的学习，这样子。所以下去实习的时候，其实法官、检察官你们都要学。对。那是什么时候才选说你要法官还是检察官？就后来又实习了1年嘛，1年之后回所会有最后2个月。那第1个月就是我们会进行所谓的大考，就是每天写拟判。拟判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发给你的不再是像考卷那样的问题，它就是发给我们一个实际发生过案例全部的卷宗。那你要去下一个决定，比方说检方的这个题目，你就要去做决定，最后我要起诉啦，还是不起诉啦？那你是民事法官，你要决定判谁赢，判多少给谁，你的理由是什么？那刑事就是判有罪无罪，刑度判多少，去写一个完整的起诉书、不起诉书或判决书。那最后会由老师他们来做批改，然后改出最后的成绩。那后来也还会再有一个口试，最后你的总成绩出来之后，假设像我那一年在分发的时候有160几个学习司法官，他就会从第1名排到最后1名。然后把全国那一年的分给我们学习司法官的缺额，也是从第1名排到最后1名。那就由成绩名次高的人先开始选。对，你就要决定说，我是第1名，我要选到士林地院还是士林地检还是台北地院还是台北地检，依序一直选到最后一个这样子最后就分发。对，通常最没有人选的是哪个地区？就是要到外岛去，就是连江的院检。在我那个时候的连江地检还有一般检察官的名额，但后来他就直接把那个名额删掉。现在连江就是只有1个主任检察官加1个检察长。那因为要到外岛去嘛，那连江在3个外岛里面又是比较，生活比较无聊的，对，比较单纯。对。可是不会因此到外岛，然后住宿环境什么就非常的优渥吗？对，你的生活品质一定是比本岛高，包含你所分的这个案件量来讲，对你可能1年分的总量，在一些大地检来讲，他们是好几个月，就是这样就可以直接差不多。其实工作量是比较悠闲，对，但只差在他在外岛这样。对，因为大家最后要成家立业嘛，不可能长久居住在那个环境。像金门地检地院，就我的了解，有一些是他们当地人，他们就回归到自己的家乡去，所以反而不会说每年都一定有缺额，但是连江的院检就是一定会有缺额，那就是新分发的大概最后1名去，那隔年再换1个人去，每年换人这样子。了解。法官学院是要住在里面吗？在我当年受训的时候，他第1年我刚刚讲那个学习阶段，他是强制住宿的，而且我们那时候还有门禁，大概是到6点下课，那10点以前要回去，不然就不能回去。但这件事当时就有被诟病嘛，就关于怎么跟当兵还是怎么一样，后来就改掉了。现在的学院就是不强制住宿。过往有人说法官学院是变电所，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多少都会有听到一些啦。变电所的意思就是指说可能我在外面有一个稳定交往的男女朋友，可是我进法官学院之后，因为长期的相处嘛，就会日久生情，就有可能会导致我就更换我的伴侣。是，所以每一期都会有，每一期都会有。律训也是一样。对，但我们律训才1个月，然后是上下课的，对，所以律训跟比起法官学院的受训是相差，我觉得那个严谨度差很多啦。对，那当时法官跟检察官这件事，就是何律师为什么会选检察官？应该来讲就是说我当时的名次其实是还有选择的，就是要选到我要的地区。那要法官或检察官其实都可以。那时候也是思考了很久啦。那最后的下决定的原因，就是因为地院地检去实习的时候，就是跟着老师走嘛。那觉得说检方好像更贴近民众第一线。再来就是说他的工作性质会比较活泼一点。你会有一些跟这个司法警察，就是我们说的调查官、警察这些人的一些合作。那再来他也需要你更多的一些冲劲或体力。就像杨律师刚刚问我的，是不是一开始就想当法官、检察官或律师？其实我是没有设限的，所以我后来决定就是会想说，那我现在先当了检察官，那可能之后我成家了，或者是我需要更多更稳定一点的生活状态、生活品质，我再转法官。那甚至也不排除像现在这样最后转任律师。了解。那可能大家会比较不清楚是检察官到底主要的业务是什么？
是，一般民众来开庭都会有误解，像很多当事人他问一问再回答你话的时候，他跟我说法官大人，我跟你讲，那我们就会赶快告诉他说，哦，不是，我这里是检察官。那其实检察官他就是依照我们的刑事诉讼法里面，他处理就是案件最初的侦查。侦查的意思白话来讲就是调查说这个人他今天被告了或被他调查的这件事到底构不构成犯罪，检察官需要去下一个决定。那犯罪构不构成，其实最有关联的一件事就是你需要有足够的证据嘛。这个证据不管是对他有利或不利，就会影响到检察官最后结果是要起诉或不起诉他。那侦查之后呢，这个案件就会送到法院去，就会由我刚刚讲的那个刑庭法官他开始审理。那我们检察官是一个人来调查这整个案件，可是到法院之后，他就会大部分比较正常或重一点案件是3个法官来审理。那这时候检察官也有他的工作，他就变成说是一个当事人的角色，就是说法官在上面审理听讼，那检察官要积极的去主张他的同事起诉的这个案件让法院判有罪。那被告也就是当事人那边也会有他或他跟他的律师来做防御，然后来说服法官说，其实你的证据是不够的，或我根本不可能成立犯罪。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讲，刑事诉讼法里面检察官的第2个阶段就是公诉的执行。那最后呢，这个案件确定判了，譬如说这个被告他被判了几年的有期徒刑，几个月的有期徒刑，案件会再由法院送回到地检署，由地检署检察官的执行科检察官来处理，最后让他一颗罚金也好，把他送到监狱去执行也好，最后阶段就是刑事诉讼的执行阶段的事项。所以总括来说，检察官的处理的案件应该会蛮大块的比例就是落在案件的侦查，也就是这个人有没有犯罪，由我们来做认定，要去调查这个人是不是确实有犯罪嘛？是，对，所以那检察官在调查这个犯罪过程啊，是需要攻坚的吗？就是需要到现场去跟那些可能的被告，就是现场对质的吗？是需要这个动作？我明白杨丽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之前有一些律证剧嘛，比方说叉叉英雄之类的，他们里面的检察官就会文武双全，他可能还要穿枪法也很准，对，然后坐直升机从高空下来，其实那都是误解。那我们正常的检察官，我们是尽量都不会去现场，现场就是由我刚刚讲的那个司法警察，就是警方或者是调查官、调查局他们这边来做。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在少数例外，检察官需要到现场，就是我们去搜索一些比较敏感性的机关，比方说像军方或者是政府机关，再来就是上市柜公司。如果你不去现场的话，现场执行这些司法警察，他们有一些疑义的时候，他可能还要透过电话再跟你询问，那你也没有明确的看到现场的状况，你下判断会有一个落差。那为了让整个这个执行的程序，它都是在一个合法而且合乎规定，然后没有去侵犯到这些当事人的人权的情况下来完成，检察官就有需要到现场去，就直接做一个第一时间反应跟处理。是，检察官如果去到现场，需要配枪吗？是不会，我们都会躲在最后面。再来就是说，我刚刚讲的那些机关其实也不太会有危险啦，它会有你需要处理的意义，都是一些大家来闻的，不会有来武的。所以我们去冲一些什么枪击要犯那种，那我们就不会。所以那个8点档演的什么人质瑕疵，那个时候其实是不需要检察官的。没错。他们都把他演的检察官，他穿防弹背心啊。我小时候是看那个，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当检察官。这种案件我们就会相信警察他们的能力。所以检察官受训的时候也不用学枪法。不会，没有要求枪法这项，但是我们那时候也会有一些比较活泼的课程，譬如说去行政机关实习，那有一些人就刚好分到去警察机关啊，或者是军方啊，那他们会安排让我们去打靶，所以我们是有打靶过的。了解，但它不是一个强制的技能，对，也不用算分。好，那检察官有检察议题这件事嘛，所以就会导致说，好像大家都觉得检察官的体系学长学姐制是很严重的，这个何律师有感觉吗？其实就是我的认为啦，就是这可能还要分时期来说。当然就是说到我分发的时候，因为我分发的时候是民国100年的时候，已经是虽然现在也不年轻，但是在当时来说是很年轻的一代嘛。那我们那时候还是会想说，有学长，我们是跟他们学着怎么做这个工作的，所以说一些基本的尊重和礼貌还是会有啦。那当然，因为你要常常去请教人家问题，所以你对人家就是要有一些尊重。是。可是我已经离职大概快3年了，听说啦，后期比较越年轻的检察官他们越不 care 这个，他就觉得说，我做好自己的工作，我也不用再跟你们那边学长学姐这样叫啊，反正有事大家就互相讨论，他会认为说大家是一个平等的地位啦。
对，所以像现在减轻减改，他们就都是年轻的检察官居多，应该说年轻人居多。所以学长姐是不是很不喜欢他们？不喜欢他的也不会是像我这种学长姐，可能就是更上面的、更传统的，对，会觉得要常常去处理他们丢出来一些时事或舆论的问题，他们会比较困扰一点。如果有人跟你说，哦，某某人说他买通得了检察官，这件事何律师怎么想？这些都一定是司法黄牛，对，因为从我那时候分发的年代，虽然到现在已经过了10几年了，可是在我那时候周遭，你要买通法官或检察官，至少在我们第一线一审的地检或地院是几乎不会发生的。因为大家都蛮爱惜自己的羽毛的，而且就是说这个东西你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嘛。你虽然说一时收了这个蝇头小利，或者是真的是丰厚的报酬，但你只要一被查出来，你应该是完全就直接从法律界除名。基本上对，会被停止的嘛，就是不能再做了。没错。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什么哦，某某检察官是他的学弟啊、学妹这些，其实都不用理嘛。对。反而像杨律说这个情况，譬如说。当事人就会说：“何律师，你之前待过新北地检，认不认识谁谁谁？”那我们就是很客观的回答说：“对，那是以前的同事。”那他就说：“那你可不可以帮我跟他沟通一下或什么的？”我们反而告诉他说：“越因为我跟他有过这样子共事的关系，其实他会越忌讳。对，所以我只要一跟他沟通，他一定马上报告正风事。那你的案件反而又被凸显出来，对你。”却造成不利的结果，所以不会去做这件事。确实啊，确实，他如果要保护他自己的话，他反而会更加严厉的调查你的案件。没错，对。检察官跟法官，我觉得我们过往都常听说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的生活是要报备的，包括你们可能聚会或者是跟我们这些律师接触，是需要做报备的吗？倒没有到报备那么严重，但是就是说，因为大家都会严守自己的分际嘛，所以说今天我要去一个聚会场合，我一定会先跟主人家那边了解一下，你邀请了哪些来宾。那第一个我们要避免的是民间人士这部分有不当的联想，就是如果他有案子是在我手上，我就一定没办法去嘛。因为我吃过这个饭，其实在饭局上我没有谈到任何他案件的事，他们要做怎么样的发挥，其实你是不能控制的。是，那这个只要到时候最后的结果出来，不管是对他有利或不利，这一定会被拿出来做文章。那第二个律师的部分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其实这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们以前大学几乎是每天混在一起的。但他如果接了一个案子是我的案子，我们在我结案之前就不会跟他有出去玩或者是吃饭这种情形。了解。那深色场所是可以去的吗？是一定不能去，是一定不能去。对。那任职这10年来，有羡慕过那个律师朋友可以去酒店这件事吗？其实也不会说特别羡慕啦，对。好，那台湾的检察官跟国外的检察官相比之下，你们有没有一些特别羡慕的点啊？这个应该就是虽然不是说做过完整的查证啊，但是据我们的了解，外国其他国家的检察官他们的薪水其实都是比我们国内的司法官薪水会高出一个阶段，所以最羡慕的应该就是薪水的部分。对，但律师也是，律师也是啊。那讲到薪水，那个何律师方不方便跟我们分享一下，说检察官大概的薪资，他起薪到他封顶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起薪大概就是接近6位数，但是因为他每个月就是我们司法官的薪水大概就是每个月他就是很固定，1号他就进到你的户头，就是一天他也不会拖延，那这是最好的地方。那只是说你刚分发下来的话，你虽然说整个薪资的总额是6位数，但是他们地检署就会帮你先预扣一些劳健保，还有你所得税应该扣的预扣额。所以说所得税会先扣走啊，扣部分。那到隔年报税的时候再加减减嘛，有的人会退税，有的人会补税。对，所以一个菜鸟的检察官或法官，他的实拿就是起薪实拿大概就是9万多。那因为后续经过了几次的公务员的调薪，就可能有时候加3%、4%。那据我了解，现在到顶的话，大概就是会在19万左右。对。好像是有比较高了，对。但你们在法官学院实习的期间，是不是也是有薪资的？对，会有一笔钱，但是它的名目并不是给我们薪水，它算是一个补贴。就是说，你因为这段时间你在这边受训了，就是为了将来的工作做准备嘛。那我给你一些生活上的补贴。那这些钱当然就是后续如果你实际任职的法官或检察官，你没有超过3年，你就要离职的话。
你要把那些补贴的金额还回去。哦，所以最起码要被绑3年。对。哦，所以有听到有一些人做司法官满3年就退下来的原因，就是他在等这件事情。对。了解。好，那检察官是需要做相验的嘛？我们可能先解释一下，相验就是去看尸体这样子，大体对，是需要做这件事。是相验应该就是算是检察官一个蛮重要的工作了。那也会某种程度影响到刚分发的这些司法官他们决定要选检方或院方的意愿，因为有些女生可能不喜欢看，或者是男生也有可能，因为我们那个陆续每年都会有新的学习司法官来学习嘛，那对他们来说，他们一线很新鲜也很重要的事，就是要跟着老师去看相验。那有的人真的就是当场看到就头晕啊、昏倒都有发生过。可是他是需要看完整的大体哦，我以为是看报告而已。哦，没有，我们检察官的相验流程大概是这样，就是说今天如果我是新北地检署的外勤值班检察官，我们那个值班分内外勤，那所谓外勤就是俗称的验尸。那一天里面辖区所有非自然死亡的尸体，你都要去看。那所谓非自然死亡，就是说医院开不出死亡证明，就要由你开。有可能你开出来他还没有什么事，可是你要带个法医去做确认。但我们都是会跟法医进到里面去。是。那当然，怎么翻动尸体，看哪些细节，法医会指示现场的殡葬人员去做。但是你必须要去了解，因为如果你今天验到这个死者他是牵涉到刑事案件，比方说凶杀，或者是一些有人需要为他的死亡负责案件的时候，这一些东西就会是细节，所以你光看报告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就做了解。大部分检察官都会陪着进去看，还是要看到尸体的哦。血肉模糊的那种吗？有哇，对，因为我在新北地检署服务啦，那它算是全国辖区人口数最多的地方。那平均每一个检察官大概是2到3个月会轮2次的这种外勤相验值班，一次会是平日，一次会是假日。可是它的平均数量是每天平均就是6具。可是哇，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你当法官或检察官按运是很重要的。那以六具的平均数来看，有的人可能一天出去是10件嘛，有的人运气好一点就1、2件。那我曾经有一天值班，就是在当天是1件都没有报进来。这种就是那时候听法警说，在新北地检署1年365天来看，大概只会有1天或2天会有这样的状况。对，其他都会有很多。那刚刚问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血肉模糊它并不一定是凶杀，很多原因会造成血肉模糊，比方说跳楼撞到面部，或者是说车祸发生的火烧车，它最后不仅身体创伤之后，还有部分被烧毁了。类似这种都，但是我们其实最不喜欢遇到的，但你遇到还是要面对嘛。但我们最不想遇到是味道比较重的，就是说他独居过了好久才被发现。再来就是水流失，因为它会有一些霉菌感染的问题。那个大体打开了之后，就是味道那些物质的味道就会发散出来。有遇过可怕的鬼故事吗？鬼故事我自己是没有遇到，但是多少会听到一些。因为有一些人的说法，就是说，你检察官在古代其实你就是衙门里面的官。那这一些灵体，他们自然界非自然的朋友，他们其实会来找你申冤。他们会找你申冤，但是如果他们是正常一般过往或没有什么冤屈的，其实他们没办法跟着你。所以我们会谨守一个原则：今天我去外勤相验回来，我不会直接回家，我一定就先回地检署。那他们看到你进衙门之后，他们就没跟进去了嘛。那最后就不会跟着你了。对，会有一些民间的说法啦，害怕这些正气之类的。对，但他找你是为了要申冤嘛。对，但我没遇过。好，那大家会比较好奇，到底检察官跟法官的关系是什么？因为像有一些我的当事人，如果在开庭的时候，他看到那个检察官过去跟法官说了2句话，他其实会非常紧张。他说是不是检察官跟他说了什么？是不是他们串好了要定我罪这样子？但他们实际上的关系是什么？其实我们从受训阶段来讲说，大家都是同学嘛。那分发之后就是要么就是级别相同，也有可能就是学长学弟学妹的关系。那这个圈子真的不大啦，因为每年录取的人就那么少，所以圈子里面谁跟谁都应该会互相听过或至少认识。
可是，一到工作上来，大家就是必须要守好自己的界限。那法官他也不能在开庭的时候跟检察官这边有太多的眼神接触，会造成当事人误会。希望杨律说的这种情况嘛。是。那检察官他会去跟法官联络，一定是限于公务上的沟通。比方说，法官今天接到这个案件，他觉得说，你们检方是不是应该要再补一些什么？就是证据上你需要去说明清楚的。他有这个开示的义务嘛？那他如果在当事人面前去做的，那这个检察官去补，这个应该就是没有什么疑虑。对，了解。所以他们虽然都是同事同学，但大家还是会各司其职啊，就是不用担心检察官去跟法官讲话这件事。现在诈欺案件很多，我们频道的那个观众也特别喜欢听诈欺案件。那个何律师在做检察官的时候，有没有听过最夸张的诈欺手法，还是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各种诈欺手法应该都会多少遇到了，那不会觉得每一样特别夸张，只是说这个诈欺的手段它是一直推陈出新的。对，那你会觉得说，前一阵子怎么没有听过这个手法？从我们最早的那种诈骗就是猜猜我是谁嘛，再来进展到说你有亲戚就是欠我钱，那你现在要不要帮他还？或者是他直接冒充你亲戚说，我现在被追债这个受不了了，你可以帮我直接转3万5万过去。是，那后续就开始有类似这种网络分期付款，就是说，你的设定有问题啊，你去操作提款机然后转过来，这个盛行了好长一段时间。那后来出现更进一步，就是说他们会冒充检察官。他说我是台北地检署某某检察官，那他伪造了这个上面有假的官方的公文书，说你的财产被监管被扣押了，所以你现在要去银行做什么什么动作，把钱骗走。那后续到近期，应该就是很多会跟虚拟货币连接在一起，或者是股票投资，所以这种手法其实都有遇过，他们都一直在进步。对，其实他们也很努力。对，那我们是可以扣押别人的虚拟货币的嘛？就检方是可以扣押虚拟货币。是目前的扣押的方式，就是说检察官如果他在搜索的时候有先查扣你的手机了，那手机本身是一个扣押的物品嘛。可是如果他要扣到里面的虚拟货币，他可能就是要透过再做一个虚拟货币移转的动作。如果你这个手机在被查的当下，它里面确实是有余额的，那检察官也可以建构说这个是跟这个犯罪有关的，不管是证据也好，也有可能是你犯罪的不法所得或工具也好，那他就可以请在记名的情况下把这个东西移转到警方或者是调查官这边他们的一个电子钱包的位置里面去先做保管。那后续也有可能他们会先做一些变卖的动作，所以是可以扣押就是后来执行之后把它拍卖掉，或者是在侦查中就先变价，那它就变成说一个有明确金额的一个不法所得，就先保管在那里，最后再看法官判决的时候要没收多少。那他们会选择变价时机点吗？就现在比特币价钱不好，我不要变这样子。他们不会特别选择，但是他们要做这件事情，他就会请当事人过来。他会告诉他说，现在价格其实有点往下滑。那如果这个东西变得很便宜，其实对你来说是最后认定不是这个犯罪有关要发还给你的时候，你会有损失。我们要不要趁价高的时候就把它变价掉？那在笔录上记明说，他们都同意了，他再去做拍卖动作。所以还是会征求那个被告的意见，所以不会有争议。了解。那当检察官以来啊，就是可能让何律师最有动力的事情，或者是最心灰意冷的情况是什么？是。最有动力的应该是说，因为我们检方的案件来源，除了说你自己有一些委屈，你去提告啊，再来就是我刚刚讲这些司法警察，包含调查局或警察，他们来报指挥侦办，我们来做。比较少见的一种是你自己去从不管是案件里也好，或者说一些消息面的东西也好，你把它转化出案件，那最后也把它办成功了。这种应该是对检察官来讲会是最有成就。对。有没有就是当检察官期间，就是最觉得力不从心的？就我很想做好，可是大环境可能不允许这样。是。因为不管是我自己也好，还是说早我一点离职的，或现在还在职的检察官，普遍面对到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司法案件的暴涨。那这个暴涨跟杨律刚刚问的问题，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关联，就是诈欺这件事其实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有一个我前阵子听到的数据就是，我是111年的时候离职的嘛，是在那年的7月到去年112年的7月的1年的期间当中，我之前服务的新北地检署，它是总共有10万件的案件，所以说换算下来，每一个检察官
其实他们在每一个月，他们必须新收的案件都是破100件。那我们用一个月是20个工作天来讲好了。当然说你要去应付这种案件量是一定要加班的。我们只用工作天来看，其实他每天他都必须要很规律、很快速的结掉至少5件以上的案件，他案件才不会暴涨。是。那工作当然就是我们该做的，每一个司法官、每一个检察官、法官，他们一定都知道说这不是轻松的工作。可是当这个工作量已经让你没办法去做一个更有精致的侦查也好，法院更有精致的审判也好，某种程度它真的会压缩到一些比较微小也好、轻罪也好案件的那些他去思考的空间。那长期以来他们会累。又不见得能得到人民的肯定，有人会觉得说，我案件简单，你就好像没有什么查。其实这个东西它是会一直恶性循环的，那就会造成说，你到后来，尤其是检察官，他会认为说，我不知道为谁而战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们不能再催检察官了耶。我们很常打电话去催你那个案子到底好了没？没关系，检察官也会知道你们就是为了当事人的利益。对，那你们有加班费吗？有，是可以报加班费，可以报加班费，就是大概每个月是用20个小时。那它是用定额的方式，大概就是一个检察官一个月的加班费大概就是9000块。其实每个人一定都加超过，所以加超过就是奉献给国家。对，很伟大。是。好，请问可以教我们怎么检举检察官吗？但这可以追问，就是为什么有些检察官真的要这么凶啊？就是刚刚那个案件量太大的原因，是不是？我觉得以我的经验啦，检察官会凶，不外乎是几个目的。第一个是他觉得说，他这个凶有机会让他达到他想要的结果，这是一种类型。就是尤其是在有一些当事人没有请律师的情况下，检察官对这个部分就会比较没有那么有耐心。对，那他可能觉得说，他透过他的声量的放大或者态度变得强硬。你可能会把本来你说谎的事，把事实讲出来，诚实的讲出来。但是相对来讲，也有情况就是他误解说存在这个人内心中的事是什么。这个人或许觉得说，我就是在讲实话，你一直逼我也没有用嘛。是。那第二种情况呢，可能遇到检察官会凶的就是他个人修为或情绪的问题。那这个情绪控管，对杨律刚刚讲到的工作压力过大，就会是他其中的一个因素。对。那第三种比较常常拿出来讨论，就是说。大部分的女生检察官，其实他们都会有一定的防卫在那边，因为他会觉得说，你当事人今天来，或者是甚至你有律师的情况下，很容易就是把女性的检察官，就是想要比较看扁这样子。对，那他们就是会武装起自己，不一定就是会凶会大声，但是他会用很严肃的态度来问这个案子，会比较严厉，让你知道说他其实也是有料的，你要尊重他。你要讲什么话，他会尊重你，但是你不能态度上太随便。是。所以还是要彼此尊重。如果想检举检察官，先找律师讨论啊，因为有时候可能只是你误会他了。对，没错。如果再让你选一次的话，检察官跟法官，何律师还是会想选检察官吗？是，其实并不是因为说，看到里面有什么我不满的东西才离职啊，纯粹就是刚像杨律讨论的这个。人生规划问题嘛，我觉得检察官这个当到一个时期了，其实大部分东西我都经历过了，会想要换个跑道出来，就是不一样的工作内容也好，然后看看自己的能力在哪里也好。所以说反过来回去想的话，检察官这段工作的资历经历，其实对我现在律师的工作也是有正向的帮助的，所以不会后悔当初做这个决定。那何律师有没有什么话是想要给，就是可能即将想选法律系的也好，或他现在在念法律，然后想要以检察官为志业的学生们，有什么鼓励的话，或者是什么劝诫吗？是劝诫倒是不敢，但是鼓励的部分，我觉得就是假设你的方向很明确，因为当然陆陆续续会遇到很多就是投身到司法工作行业的人，不管你想当律师也好，你想当检察官也好，想当法官也好。你在当一段时间之后，你一定会遇到瓶颈或挫折。这个行业每个都是一样的嘛。可是当你遇到这些瓶颈或挫折的时候，你最重要的是还是要去回想一下你的初衷是什么。那当然你不会说一成不变，说，我今天当法官，即使我很累、很痛苦、很辛苦，我就是一定要当到退休。你还是会有一个转变的机会，就是去顺应自己的想法，因为每个人做完各种不同的工作体验都不一样，遇到的挫折也不一样。那像我自己当初在面对人生这个转捩点的时候，其实我也是犹豫了一段时间。那这时候就是去
请教一些有经验的前辈们哦。譬如说我那时候是决定检察官要转律师，那我当然也会跟检方这边很资深的前辈或我视为师长的一些学长讨论哦。你们继续留着，你们的想法可能是什么？那再来就是我也会请益一些跟我一样从检察官背景转到律师的这些学长们。那他们做的怎么样啊？那时候想法是什么？如果真的转了，做什么调试？就是去融合一些这样的一些想法，对自己做出自己最不会后悔的决定。对，所以整体来讲，何律师是鼓励大家学法律的吗？法律其实最痛苦的应该是大家会认为说是这个东西很枯燥啊，要背一大堆有没有的。但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最辛苦的阶段，大家应该都是一样，就是如果你决定走法律这条路，你的方向是有要经过考试的话，你准备考试那一段，你的那个耐心也好啊，还有你的意志力，对你都要去把它发挥出来，才能先拿到一个基本的门槛。那也不是说我们现在拿到了律师工作或者是司法官的资格，就真的都人生一帆风顺了。后面会遇到的挫折啊、打击啊，或者这些压力，其实是正要开始而已。确实，对，所以你说鼓励不鼓励，大家还是要看自己的想法啦，跟自己对这个工作的一个理想是什么。对，我觉得要先有一个准备，是如果有一整年你都需要念，每天念一整天的书，这件事可以接受的话，你才有办法选法律系，就是以考试为目的啦。对，像我好像我记得前2年我是一整年，我几乎没有休周6的。我可能1个礼拜就是休1天，就是工作也是这个样的状况。对，好，那我们今天很谢谢何律师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对，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要问的问题，对检察官的生活还有什么想要进一步讨论的，都欢迎在底下留言。我是朱军律师，我们下次再见。